简直是惊为天人啊！在前几天分享的黄山第1、第2集里，我和大家游览了黄山的龙攀坡、玉屏楼、天都峰、莲花峰等景点。在黄山的第3集，我将分享全网难得一见的黄山航拍，游览黄山更核心，包括鳌鱼峰、光明顶、西海大峡谷等著名景点。你好，我是和你一起旅行的朋友阿树，欢迎收看。奇峰直上9重天，4道瑶台重遇前，突起烽烟云万里，晃阳驾鹤已成仙。我们出发爬1线天了，马上到1线天的一个起点了哈。不要准备。看那个雨梦啊，哇！你看一下，它是一颗一颗石头垒着的一个作为基座的。不好洗啊。这只有上去是吧？它的陡度应该是80度左右，然后宽度的话是0.5米左右吧。1线天的一个垂直高度的话，大概有100米吧。我在这里拍一个全景延时啊，然后就发现堵车了，这里堵人了。手脚并用的人并不少呀。你看下面又是什么？哦，哇，这里风景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，哦。你看啊，那个地方就是莲花峰，黄山的最高峰的峰顶啊，上面一个围栏围成一个圈一个圈，但上面没人，就因为它轮休到了天都峰营业了，它放假了。这条路特别美啊！一路上都是，因为它就走在这个山脊线最高的山脊线上，所以它看左看是风景，右看也是风景。对面就是光明顶了，还有一个小湖泊呀，很秀美啊！在这种雄浑的大山之间，一湾湖泊啊，小家碧玉吧。你看他修的这个栈道是离那个崖边还有一点点距离，安全起见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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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段是不是叫鳌鱼峰吧？哇，光明顶的右边很像张家界那个枫林成群的，
人间多少家山水，独许黄山胜太华。云海波澜风作岛，天风来去雨飞花。千重烟树长生翠，薄暮晴朗鸟飞霞。怪石奇松诗一里，溪头银灞引丹砂。往前走呢，就是云海了。我在庐山或者在黄山，经常能看到一些标识，比如说东海岸栈道、西海岸栈道。为什么会把一座山比喻成一座海呢？来到黄山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些缥缈的云真的很像汪洋大海一样，就像诗里说的“云海波澜风作岛”。光明顶，天海，天上的云海。好美的诗句啊，叫“云海波澜风作岛”，是不是？那像不像海啊？凸起来的这个风柱呢，就像是云海上面长出的一个岛屿啊。此刻咱们来到的是黄山的鳌鱼峰，为黄山奇景之一，位于玉屏楼通往光明顶的路上。这里海拔1780米，因为山峰外观看似鳌鱼，所以得名鳌鱼峰。而我此刻进入的便是鳌鱼洞，洞内狭窄，深约5米，仰望能看到一线蓝天。出洞则境界开阔，别有天地。洞内有梯道，游人可以从洞中穿过。古人有诗云：“东海有巨鳌，何年飞到此？人行穿鱼腹，沾衣湿玉碎。”据传，元末农民领袖朱元璋一次与援兵交战失利，逃到了鳌鱼峰下，躲过一劫。发挥咱们的想象力啊！你眼中这一块巨石像什么动物呢？男生可以跟着，女生可以跟着近一点。太值了这一趟黄山之旅！朋友们，你们有机会一定要来一次中国黄山呀，会让你觉得毕生难忘的。大块文章，这是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有多个观景台。
过去肯定有人爬到上面去了，所以现在封起来了。真可谓风齐时齐，松亦齐，云飞水飞，山亦飞。唐僧4人西天取经，好像《西游记》有部分景在对面拍摄的。风齐云齐水亦齐。上面叫鳌鱼峰西坡啊，它没有路，只能扶着这个，它只能扶着绳子往上爬。哎，其实不用扶的呢，扶绳反而不方便。如果你脚足够摩擦力的话，就可以走上来。这一块高地，四面都是风景，360度无死角。那边应该是西海大峡谷吧。特别美，简直是惊为天人啊！叹为观止，真的是。接下来是一个大饱眼福的时刻，看啊！哇，太绝了！我不说话了，欣赏一下。像不像假的呀？那个是无人机啊，它拖着一些货物运到山下，往返山上山下。哇，真的是惊为天人！我现在词穷了，可能相机里面看不出如此的雄浑壮丽、开阔、仙境、梦境一般。不少的游客在这里情不自禁的感慨啊，这里的风景美得不像话。你看，有一个人说他来黄山3次，他来这一次是觉得最漂亮的。哦，我们好幸运啊！仙雾飘飘，是吧？那个老舍那句话真的很精准啊，它叫“云海波澜风作岛”，是不是？对面那个就像一个在云海里面长出来的一个小岛一样。我相机都舍不得关机。那么你小鸡头吃到里跑吗？我现在用全景相机拍一个全景岩石啊，感觉会。你看，无人机又起飞了，运着一麻袋的东西，不知道飞到哪里去。突然轰隆作响，是飞机飞过吗？这无人机一天的一个运输的频次挺高的，刚下去没几分钟又运一袋出来。
可以说啊，99%的人都没有见过世间如此美景啊！如果你看到的话，你是以幸运儿。好了没有？好了。来，我们这边一块走。来喽，走。世间绝景，有钱都买不来的。人一辈子可能就有机会看一次这样的美景。嘿，你好。一汪碧水啊。朋友，不夸张的说，我刚才拍到的黄山美景，我的手都在抖。那个美的程度像是 AI， 然后做出来的虚拟的一个一样。人间仙境说的就是眼前这一幕吧。我甚至拍到了比这一幕更壮美的黄山，我把它放在黄山的最后一集及第4集里和大家分享，那应该是黄山最美的样子，因为我已经想象不出比那更美的黄山了。敬请期待下集。枫林就快被云海淹没了，往光明顶方向出发。刚才拍的那个仙雾缭绕的地方是西海大峡谷啊，这里有一个叫海心田吧。110或。麦金可超值福利返场，双倍惊喜进场，只要9块9，鸡排汉堡中拥有，下架1块钱，1分售销售。买了一个汉堡啊，它原价39块钱的，说是周年店庆啊，所以就15块钱一个。吃完汉堡，开始爬光明顶。哦，我们光走路都很累了。这个大叔背了大概有200多斤的一个垃圾吧。他背1斤的一个酬劳是1块钱左右。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的话，把带下的垃圾带下山，这个是更环保，也更减轻他们负担吧。尝一下。现在是9月的一个工作日啊，人还是那么多。11点55啊，到达光明顶。光明顶是仅次于莲花峰的黄山第2高峰，
海拔1860米，由黄山第4期花岗岩组成，因峰顶高旷且日光久照而得名。这里既可以看到前山之雄伟，又可以看到后山之秀丽。徐霞客形容这里乃极高处，四面皆为峻屋，此独若平地。云海之上，我心的方向，孔雀飞去，我心悠扬。光明顶是一个气候监测站啊，是很重要的一个我国华东地区的。这些自由火锅就是那些工人要挑下山的。炼丹峰，这光明顶好高呀，可以俯瞰莲花峰跟天都峰呢。我是一路从那里拉到这里，这样。光明顶光景餐厅啊，自助餐才78元呢。这个是红烧肉啊，下面75块钱，这就4块，这里是自助的，还有葱油鱼片。所以来这里划算的多了，还有西红柿炒蛋，这个是辣椒炒肉，这个是笋干烧肉啊，水晶肴肉，这个泡椒藕带。那里的中午的自助餐真不贵啊，78块钱。我不是吃了个汉堡的话，我就在这吃了。它晚上就涨到160了，它菜式也更丰富了。它里面的客房呢，几百到几千不等。在这里住一晚上呢，明天早上可以看日出啊。这是看日出的一个绝佳的黄山的一个地方啊。彩云之南，光明顶海拔1860米。光明顶边上一个小，哦，果然是奇松怪石啊！哎呦，对面就是黄山最高峰莲花峰啊！别抓！别往那不下了，我下去那不下。哎，这样不飞呀？一定要站得高，这样才能看得到。好，你看我们2个来一张，你站吗？来一个，好。哇，双峰挺立啊！我左边是莲花峰，右边是天都峰，这2峰是黄山2大奇峰啊。这样我想到了一首诗啊：奇峰直上9重天，4道瑶台重玉前。突起烽烟云万里，晃扬驾鹤已成仙。从光明顶的高台可以远眺黄山最高峰和第3高峰，前为莲花峰，海拔1864米，后为天都峰，海拔1810米。哇塞！给我们拍一组，我们2个拍一张。在这里站岗吗？那里。哇，每个角度都是景啊，365度无死角。哦，哇，太绝了这个地方。
可以俯瞰黄山两大奇峰的地方。可以，那个1、2、3，往过来。好，1、2、3，往成功的镜头。主要是拍风景，不是拍人。看一下那一棵一棵的枫树啊，上面植满了奇松。在这里，我想起李白当年这样形容黄山啊：黄山4千仞，32连峰。那边那个足球一样的建筑是气象台的组成部分吧。像这种云之巅啊，在过去呢，只是一些徒步、户外登山爱好者和极限运动的爱好者才能来到的这种奇绝的地方。今年因为索道啊、缆车啊、交通的发展，普通老百姓呢也能来到如此之山之巅。从这里也可以俯瞰鳌鱼峰啊。글로 갔어요.光明顶、天都峰、莲花峰、鳌鱼峰、西海大峡谷。出发，飞来时。